那你妈妈回来了啊，又回到你住的地方了。对，又回到我家了。这好像有点开玩笑一样的。啊，回到我们家，我们又把行李都拆开，把老娘的铺一铺好，准备一回来过了，然后我就和老娘个别的交谈。我说老妈别走了，就在我这嘛。我儿子他的孙子也劝他，孙媳妇也劝他，啊，就是妈你别走了，就在我们家吧，啊，你看这事弄都不好，啊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啊，你如果在我们家里哪地方不顺心，你提出来，或者我们单独给你买一个房子，都可以，只要你提出要求，我儿子都和他耐心的说。我妈说让他考虑考虑。好，晚上睡一觉起来，第二天，我老妈有新的主意了，把我找去，就和我说，早晨起来6点就和我说了，她说我考虑了一晚上，我决定上我侄子家去。还有这种事情啊？哦，自己儿子这里不住。哎，对了，他说我也上，我说这可以吗？我说真的行吗？我儿子家不进，你上侄子家去，我就和我妈说，我妈说一下不可以的。后来为这件事情，我也请示了律师，我找的律师说那是可以的。老人自由，要自由。我们马上征求我弟弟妹妹意见，他们说老妈要自由，我也无奈，他坚决要到他的侄子家去。那现在在侄子家里，在这又是一段，是吧？我说同意，我说既然要去，我要和你的侄子打电话商量一下。侄子愿意不愿意接你？人家家里有这个能耐养老你吗？他可能平时跟侄子交往的比较多。平时没怎么样，侄子是农村的，啊，从就是到上海来打工，都是我妈在扶持他的，啊，现在有出息了，哎，啊，有房有车啥都有了，哎，我给我妈的侄子打电话了，啊。他说我家没地方住，你来我要在你附近租个房子，用老妈的钱租个房子，我在这住，那住了谁照顾你啊？侄子要上班啊，谁照顾你啊？我妈说把他的弟弟从农村调回来，和他一起养老。一听说把他爸从农村调回来，也当然同意啊，好啊，正好赶上过年，好就叫他叫我的小舅舅就从农村回来。那既然他想住着去，那你也可以租个房子给他住就可以了呀。是啊，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？我都跟他商量过，到最后没有办法，我们全家又给他搬到浦东租了一个房子，我们全家出动，把家里的家具全部拉过去，搬过去有好，我舅舅从农村还没来，我在那里住了3天，陪着我妈，等我舅舅从农村来了，我撤回来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起生活。老妈在那里住了半年，这故事就结束了。故事还没结束，住了半年。这在半年期间里边，就是半年期间，我妈多次来电话逼我要钱。我房子正在处理呀，挂牌了，就要那个200万，要200万。她说我要买房，我在外面流浪。正月15打电话给我，你可怜可怜我，你赶快给钱给我。我说我卖房子有个过程，卖完我马上就过来。他说，然后我这个侄子，就我妈这个侄子也打电话给我，那是正好赶上疫情，等了2个月，疫情一过后，我200万钱到位，我房卖掉了，根本就结束了呀。我全部过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儿子给我出个主意，想个办法。他说不要这么一说就拉倒，我们就找到律师事务所，找律师说，老妈要脱离我，这个协议也拿过去了，赡养协议都拿过去了，脱离我要把他钱带走，上他侄子家去。后来人家律师说好啊，老人自由，他可以啊，是可以的，可以，就签了一份协议，就是200万限我在什么时候到位，然后你和这套房子没有关系了。这个我给他买了房子吗？关系没了，就关系就脱离了。然后在律师面前问我们老妈，你还变不变？他来回变动吗？你还不变了，我就由我侄子养老送终了。然后我弟弟妹妹都签字了，
我们又有张协议。我妹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法，和我妹夫，当时200万，到时候我到时候我把钱打过去，他接走就没事了，拒接没接，老娘想不通了，小儿子也不要他，姑娘也不要他，大儿子这里留不住他，老娘最后选择了上他侄子家去了。他一看老妈上他侄子那去了，然后这钱就流到他侄子那了，形势不妙了。他一看不对，他想把这个钱我妹妹贪钱，就想把老妈再挖回去。你妈也这么想？老妈就是和我妹妹就讲，我留50万，他说留50万我也同意，我150万我也接你回去，我就想不通他为什么那时候我给他200万，他就给拒绝在外面了，拒绝门外呢？所以这里王老师，我也想不通，那是答应的好接过去200万，我到时候卖了房子给他，他为什么拒绝呢？车开到家门口他都没让进去，我妹妹呢又到老妈的侄子家去求我妈回去，她说你跟侄子不是一回事，还是要回我家吧。那么当时回到家，他干嘛不接受呢？当时我妈大概也和他说了，说了，你为什么当时不接我？他也编了各种理由来搪塞我妈。在我妈的侄子家的，我妹妹呢就住在那里了，不走了，整天就和老太太给老太太洗脑的，还闹到晚上这里听说还打110了，就闹着，老娘要给侄子留50万，他嫌钱留了太多了，所以到最后闹到最后，他也松口了，老妈也同意了，就跟他走了，带了150万走了。50万给侄子了，50万就给侄子拿了，150万就跟你妹妹一起生活了，跟人带走了，就画了句号了，就是这一段就完了。下面没有故事了。下面故事就在我妹妹家里的故事。